福生无量天尊，道有慈悲，贫道贤真在此与诸位结缘。在世间万象的推移变化中，有一些力量不以正面显形，而以退让、隐忍、柔弱为路径。这不是消极回避，更不是软弱无能，而是一种更深层次的洞察与掌握。今天我们来到《道德经》第36章，这一章以一种看似矛盾却极具穿透力的方式，揭示了力量的转换逻辑与政治哲学的隐秘记忆，也为个体的修身养性与制度的良性演化提供了极具参考价值的古老智慧。本章开篇提出四组看似相反，实则互为因果的表达：将欲息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举之；将欲取之，必固与之。这一组句式逻辑有着极强的反操作性特征，它不是一种策略手册，而是对世界运行机制的揭示。许多事情的结果往往不是线性推进的，而是在反向运动中完成的。想要收缩，先要扩张；想要削弱，先要强化；想要废除，先要推举；想要夺取，先要给予。这几句表面上像兵法，实质却是在讲天道运行、正道演化以及人内在修养的方式。尤其是其中的是谓微明三字，是点睛之笔。他在告诉我们，这种看似悖论般的反向操作是一种微妙的智慧，是超越常识层次的深明之道。我们若以自我修养的角度来看，这四组句子直指一个极其关键的主题：自律与成长往往不是强行压制内心的欲望，而是在适度的张弛之间完成转化。一个人想要内敛，反而要先经历表达与放张；想要脱离执念，反而要先深入感知欲望的强度。真正的修身者并不急于削减自我，而是在体验自我、关照自我、穿透自我的过程里，逐步卸下多余的部分。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很多人以为修身养性就是让自己看起来低调温和，但若没有足够的内在力量做支撑，那种柔和就成了懦弱。只有强到一定程度的人，才能安全地变得柔软。一个人若没有先强化意志力、认知力、承受力，是无法真正放下的。放下不是放弃，而是拥有后的自由。而将欲取之，必固与之，更是指出了修养的另一重境界。许多人渴望被理解，渴望被接纳，渴望掌控生活中的一切，但真正的获得从来不是索取，而是给予。当你真心给予理解、信任、善意的时候，这些东西才会在更深的层面上流回到你的生命中。自我修养不是关上心门的自我保护，而是一种内在丰盈之后敢于敞开并给予的能力。这一章也极其适合从社会制度的角度来进行观察和展开。我们常听到治大国若烹小鲜，在这章的语境下可以引申为治理之道乃在于反向结构的精妙运作，制度的设立与实施。如果只是硬性的、压迫性的、直接性的，那它终究会因为僵化而失效。一个真正有效的制度，往往是能够利用张与弛、刚与柔之间的关系，在表面上让渡，在内在上掌握。例如，一项社会政策的推广，若以强推手段硬性下压，往往引起群体性的抵触；但若通过赋权、给予资源、传递信任，反而能激发社会内生的协作动力。政策的取反而是通过与来实现的。从更宏观的角度讲，文明的发展也符合这种节律性原则。每当历史进入看似高涨的阶段，往往就是积蓄力量后回调的前夜；每当社会陷入低谷，看似废弛之际，往往也是新一轮革新力量开始孕育的时刻。
因此，制度设计者若不能看见这种威名，就只能在表层因果中做浅显操作，难以真正引导时代的脉动。柔弱胜刚强，这句名言在本章再次出现，是对前面所说逻辑的总结。它既是判断，也是预言。很多时候，制度或个体之所以失败，不是因为不够强，而是因为太强以致脆弱。真正具韧性的力量一定是柔性的，像水，像风，像春天里的种子，它们不对抗，但无孔不入；不暴力，但持久渗透。社会制度若不能吸纳这种柔性智慧，就容易沦为铁板一块的工具性系统，既没有调节性，也没有进化性。我们在现代社会中可以看到不少制度改革失败的案例，其核心问题恰恰在于缺乏威名的调节能力。比如教育制度若过于强调结果导向和标准化管理，就会压缩个体成长的弹性，制造大量表面合格却缺乏独立思维的人才。但如果教育制度能在张与摄之间动态调节，不以统一为美，不以控制为能，而是鼓励多样性与内在成长，那么教育就不仅是知识传授，而是一种真正的养人机制。同理，一个人的内在成长过程也不能是机械式的自我要求清单。真正的自我修养，不是自律失调，而是对人生节奏的深入洞察与尊重。当你知道什么时候该强，什么时候该弱，什么时候该推，什么时候该收，你才真正进入了道的轨道。道德经这一章最后提到，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前者强调自然生态秩序不可扰乱，后者更是点出了一种极深的政治哲学。真正有效的权力是隐藏的权力，真正有威慑力的力量是不轻易展示的力量。这与现代社会讲求透明、公开似乎相悖，但它所传达的并不是要让国家机器隐秘操作，而是在提醒我们，越是核心的机制，越要避免过度曝光，否则不仅会被滥用，也容易激起不必要的动荡与恐惧。这句话换个角度看，其实也适用于个体修养。每个人心中都有属于自己的力气，或是才华，或是权力，或是情感影响力。这些力量越强，越不能随意显露，因为力量一旦展示，就可能失去其安稳的根基。就像鱼一旦离开了深渊，就成了刀俎上的牺牲品。真正的高手是内敛的，不炫耀，不操控，不逞强，而是深藏不露，恰到好处。在当代职场中，很多人急于展示自己，争取认可，标榜优势，结果常常适得其反。我们不妨参考这句鱼不可脱于渊的比喻，让自己的长处沉在适当的深度，以用为本，不以显为荣，保持深浅的能力，远胜于一时的耀眼。在一个强调效率与曝光的时代里，这种内敛沉稳的修养是极其稀缺也极其有利的存在。而在制度运行的层面，权力的隐形与流程的张弛同样关键。国家治理并不是一场舆论表演，而是细腻复杂的调度工程，把所有利器暴露于台面，既无安全，也无智慧。一个成熟的政治系统应该具备收放有度的能力，在不显山不露水的平衡中维系真实的力量结构。这正是这一章的最大精义所在，用反向的方式修炼自己，理解世界，设置制度，构建社会。威名之道不声张，不喧哗，不夺目，却能引导真实的转化与长远的安稳。而这正好也为我们引向下一章，因为当我们把收的功夫修炼得足够细腻，就会自然而然地走向无为的境地。道德经第37章将引我们进入更深层次的道恒无明的视野，也许这正是通向不动而动、无言而治之门径的关键一步。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感悟。道德经的智慧应该被更多人看见。关注频道，我们下期再见。